哇，这个就挺可爱的，一个机长皮卡丘，这应该是一个皮卡丘空姐，真的很好吃，强烈建议以后来 T4的小伙伴一定要试试鸡爪奶萨，我都想血2碗。3、2、1，揭晓。Hello， 大家好，我是 Ryan，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我们将解锁越南航空。我现在已经来到大本营，新加坡樟宜机场。我们来看一下，一大早人还是挺多的。但是早上的话，这边的瀑布还没有开始降下来。我们看一下时间，现在还早，我们可以去樟宜机场逛一逛。OK，let's go。Find myself wondering what did happen to the last 10. I ran away with my life, fast forward, never turn back again. It's kind of funny that the more we pass time, the more we need to set the rewind. And 19 was the year I had to leave you, but now I'm seeing all the signs. Is this really happening? I can't believe it's true. I'm just as surprised as you. Is this really happening? I can't be too sure, but one day I'll be yours again. Life lessons come one in a dozen. The other 11 get something from nothing. I sit here looking for an answer. Maybe the biggest question was in the last chapter. You gave me the soul I have today. Without you I never could have moved away. But now I see what you teach. I do believe I always should have stayed. Yeah. Is this really happening? I can't believe it's true. I'm just as 哇，这个就挺可爱的，一个机长皮卡丘，这应该是一个皮卡丘空姐。买完东西，瀑布也开始有了，咱们赶紧去值机吧。看我后面应该是 T3 航站楼，越南航空是在 T4 航站楼，所以说我们要乘坐一个 shuttle bus，从 T3 前往 T4。T4 就很麻烦，就是因为它离整个樟宜机场就很远，它相当于在樟宜机场的边缘。可以看这张地图 ，T1、T2、T3 都围着星耀樟宜绕一圈，然后 T4 就离他们很远。所以说 T4 一般都是放一些廉价航空，像越捷航空、越南组织航空、菲律宾的宿务航空、春秋航空等等。然后比较好的航空只有国泰、海南航空、大韩航空和越南航空。Sometimes like all you want to do is run. Hear me out, hear me out.
的机位。这边桌子都太小了，不太好放东西。OK， 我们一共买了这么些东西，这个是新加坡的一个拉克萨，也是他们的一个特色，里面应该是咖喱和椰浆做出的一个汤底，然后配有面啊、一些鱼豆腐之类的东西，然后点了杯 latte， 我发现这边有冰淇淋，拉了一个，应该还不错，等会儿吃吃看。然后这边有一个鸡肉和一个鱼豆腐。一些蔬菜沙拉。OK， 我们来先喝一下咖啡。就是很普通的一种咖啡。然后我们试试这个拉克萨。面还挺劲道的，挺不错的。来吃口鱼豆腐。里面还放了一个类似面筋包的东西，很稀一个汤汁。个人觉得味道是可以的，真的很好吃，强烈建议以后来 T4的小伙伴一定要试试这碗拉克萨，我都想炫2碗。就是它有一种不仅是咖喱的味道，还有一种椰浆和那种虾膏的味道，可能放了虾膏就很鲜，然后又很辣，跟泰国那种冬阴功也不是很像，反正就是很好吃，一定要试试。鸡肉就是普通这种照烧口的感觉，不是那么的，也不是那么的柴，也不是那么的，一点也不 juicy， 中规中矩吧。最后来试试这冰淇淋。应该是一个 French Vanilla 法式香草口味。感觉味道还行，适合试一试。OK， 终于换了一个地方坐下来了。整个 lounge 我觉得还行，人也不是很多，因为整个 T4的航站楼都是一些联航嘛，然后国泰有自己的一个休息室，所以基本上这边除了一个信用卡能进来以外，就是越南航空、大韩航空、海南航空、吉祥航空。这4个航空的商务舱会共享几个休息室，整体还行，尤其那碗拉克萨特别好吃。我们刚才不是去了神奇宝贝专卖店嘛，然后我买了2个神奇宝贝，因为我们这次航程要做去程和返程，所以说我每个航司都买了一个。然后我有个 idea， 就是相当于我们每一次坐一个飞机，我都会买一个神奇宝贝，但我先不告诉你们，我上了飞机才跟你们说，你们可以先猜一猜。然后有个提示就是我买的和我们乘坐的这航司的飞机的颜色特别相近。好，这一期有猜到是什么吗？我们等一会儿上飞机看。我们可以看到，越南航空的 A321这款机型还是挺漂亮的，整体呈深绿石的一个颜色，然后头部会有一个 Sky Team 的一个标志，然后中间应该就是 Vietnam Airlines 的一个金莲花，它的一个特征的一个 logo， 然后尾部的话也是一个金莲花的 logo，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小字。我换一个长焦镜头给大家看清楚一些，可以看一下，来拉远一点，拉近一点。这边写着是 VNA338，下面一个 Airbus 的一个 A321。大家会对越南航空的 A321这款机型打几分呢？满分10分。Business class. Business class? Yeah. Sorry. Okay, thank you. Okay, G5.
Oh, okay, I see. 2G. Okay. Thank you. OK， 我们已经登机了。我们现在在乘坐的是越南航空的 A321。如果上期看了我视频的人都知道，其实从大陆也好，还是台湾、中国台湾也好，其实飞越南航空基本上大部分都应该是飞的就是这款空客 A321。所以说，我们一起来看看这款机型到底怎么样。对了，大家有猜到我买的是哪个神奇宝贝吗？我是321揭晓，汕头王八，是不是很不错？感觉下面这个颜色很像那个越南航空的一个飞机机身的颜色，松绿石色，然后上面这个球很像那个越南航空的空姐的那个制服的颜色，还是挺可爱的。好，我就放这儿。今天跟我们一起去解锁越南航空。整体的 A321 大家可以看到布局就是22布局，然后我们从右边先开始，我们可以看到有4个按钮，分别对应着就是调节位置的不同的部分。然后第一个按钮是可以让你躺下来，但是载体客机基本上是不可能让你完全的平躺下来，其实也没有这个需求，因为载体客机基本上飞的都是短途或中途，不会有那种熬夜的一个现象。然后第二个就是一个可以让你腰部往前推的一个按钮。第三个的话，相当于是让你的脚可以往前抬，但是这个整个座位好像抬也抬不了多高，我试了一下，基本上最高只能抬到这个位置。然后第4个的按钮，抬的那个板继续向前延伸，整个桌板也在右边，然后也是一个抽拉式。首先把它给抽出来以后打开，整个桌板的面积非常大，甚至能直接到达左边的那个储物柜。桌板可以前后进行滑动。腰带采用的也是一个2点式的一个设计。比较惊喜的是，它的左边和右边的根部那一块都采用的是一个皮革制的一个设计，而并非像中间那一块是布的。左边的话，首先就是一个大的储物台，但这个储物台是和旁边座位共享的，也没有什么隔板，其实就没有什么的隐蔽性。在储物台的下面，然后是有4个按钮，分别是可以调节声音的音量和调节频道的。但是比较诡异的是，我前方的座位并没有一个显示屏，
所以说唯一能调的就是应该是第一排的那些公共安全广播的一个电视，所以也没什么多大用。由于 A321 是窄体客机，所以整个厕所的空间非常的小。然后越南航空在卫生间的一个布局上也没有什么特色，这边一个洗手液看起来也非常的简陋，然后也没有一些内置的一些墙纸。Excuse me, order with the meal. We have 3 choices: curry, beef with rice, chicken noodle, and the fish with rice. Which one is the Vietnam traditional food? Vietnam traditional. The fish, the chicken noodle. I prefer the chicken noodle. Chicken noodle. Yeah. Yes, may I serve you some drink with your chicken? We have the red wine, white wine, champagne, juice, soft drink, beer. Champagne. Champagne. Yeah. Tea and coffee, right? Yeah. Coffee. 这就是我们刚才点的鸡肉面。然后酒的话，我还是选择了香槟。酒的旁边是水果，水果一共有4块，分别是2个菠萝、1个西瓜、1个木瓜。沙拉的话，除了正常的蔬菜外，竟然会有2个扇贝，这个很惊喜。然后他还送了一个 chili sauce， 一个辣椒酱，应该是那种泰式辣椒酱。然后辣椒酱的旁边是一个绿色的一个酱汁，应该是倒在沙拉里面。然后还有一个黄油。面的话看起来并不像越南的一个传统食物，更像一个中式炒面。其实这种窄体客机拍摄起来就比较麻烦，因为它没有什么储物空间可以让你放一些拍摄设备，所以说我要用手不停的去拿着。OK， 我们现在从沙拉开始，扇贝。感觉跟店里面的那种新鲜扇贝比啊，还是有些差距，就是肉质并不是那么的紧实。但是作为一个窄体客机，又是一个短程，你在茄菜沙拉能吃到扇贝，我觉得已经很不容易了，给越南航空点个赞。因为一般的话，茄菜给的沙拉要么就是火腿，要不就是一些 cheese， 很少会给扇贝。刚才要了2块蒜香面包，要尝一口。你的表皮并不是那么的焦脆，可能烤的时间并不够，而且到手并不是那么的热乎，味道一般，不推荐。这个面口感偏干，然后不是那么油，感觉放久了有点坨，并不是那么好吃。来吃一口这个鸡肉，它这个鸡肉配着大蒜一起烧，感觉很中国菜，并不像越南菜，有一种红烧鸡肉，然后加了很多酱油的感觉。我觉得它有大概比就是选了鸡胸肉而没有选鸡腿肉，导致这个整个鸡肉就会比较柴一些。如果选了鸡腿肉应该会好很多。而且我整体感觉就这个鸡肉和这个面并不是很搭，我觉得这鸡肉配米饭可能会更好一些。最后是那个饭后的水果和点了一杯咖啡。咖啡整体感觉比较淡，并不像那种 espresso 加牛奶的口感，更像是 espresso 加了很多的水，再兑了一点牛奶。我不知道大家如果喝过星巴克的话，你点美式或过滤咖啡可以加牛奶的，就是那种感觉，牛奶只有一点点，很稀释。水果还是比较新鲜，值得一吃。
达了国政宾室，大家成功解锁了越南航空132点。我们下一个航司机，拜拜。